华尔街炸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，一夜之间从42只砍到了29只。很多人看完最新的 13F 报告，第一反应都是看不懂。一边是几乎清仓式的抛售，把 Visa、亚马逊、联合健康这些所有人都看好的绩优股全部清掉；另一边是孤注一掷的加仓。在所有人都在说 AI 要杀死谷歌的时候，直接把谷歌的仓位翻了3倍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手里还攥着接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，创了历史新高。市场上现在有2种完全对立的声音，一种说巴菲特老了，阿贝尔不行了，价值投资彻底崩塌了，他们这是在恐慌出逃。另一种说，这是伯克希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略转型，阿贝尔正在为下一个10年布局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搞清楚3个所有人都在问但没人说透的问题。第一，阿贝尔为什么要清仓这些绩优股？这真的是对巴菲特投资理念的背叛吗？第二，在谷歌被 AI 质疑和反垄断诉讼双重夹击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敢下这么大的赌注？这背后到底是赌徒心态，还是我们所有人都看错了谷歌的价值？第三，那接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到底在等什么？普通投资者能从这次大洗牌里抓到什么真正的机会？讲到这里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觉得阿贝尔这次的操作是慌了，还是在布局？你更站哪一边？请在评论区打出你的想法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。遇到有代表性的观点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聊。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充满噪音的市场里找到真正的底层逻辑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关键地方，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。先把情绪放一边，我们先看原始数据。这次伯克希尔清仓的13只股票，你仔细看一下名单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。Visa、万事达、亚马逊、联合健康、强生、宝洁这些公司有问题吗？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们都是各自行业里的绝对龙头，现金流稳定，护城河深厚，是标准的价值投资标的。那为什么要卖？很多人说这是因为阿贝尔不看好这些公司的未来，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但问题就在这里。如果他不看好这些公司，那为什么苹果、可口可乐、美国运通这些巴菲特的核心持仓，他一股都没动，甚至还小幅加仓了美国运通？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他清仓的这些股票几乎没有一只是巴菲特亲自买的。他们全部是过去10几年里巴菲特的2个投资经理托德·菲库姆斯和泰德·菲韦施勒买的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这根本不是对公司价值的判断，这是一次权力交接的信号。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，很多人把伯克希尔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基金公司，觉得他们买卖股票就只是因为看好或者不看好。但你忘了，伯克希尔首先是一个帝国，一个由巴菲特一手打造的，统治了资本市场半个多世纪的帝国。现在这个帝国换了新的国王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，永远不是证明前任错了，而是建立自己的权力边界。这就像一个新上任的 CEO 不会把前任的所有员工都换掉，但一定会把那些不是自己核心团队的人调整出去，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指挥体系。阿贝尔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儿。他没有动巴菲特留下的压舱石，因为那是伯克希尔的灵魂，是不能碰的。但他必须清理掉那些不属于自己逻辑的仓位，这样才能在未来的10年里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指挥这艘巨轮。很多人说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了，这其实是对巴菲特最大的尊重。一个真正的继承人不会抱着前任的所有东西不放，他会留下灵魂，换掉肌肉。如果阿贝尔上来之后什么都不改，什么都照着巴菲特的老路走，那伯克希尔才真的完了。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巴菲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阿贝尔必须带着伯克希尔走进属于他的时代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次清仓之后，伯克希尔的持仓变得异常干净，前5大持仓占了总仓位的80%以上，苹果一家就占了接近50%。剩下的就是可口可乐、美国运通、谷歌，还有刚刚加仓的达美航空，没有杂七杂八的小仓位，没有模棱两可的布局，每一笔钱都花在了刀刃上。这才是阿贝尔想要的。他不要一个臃肿的、充满了前任痕迹的投资组合，他要一个清晰的、属于自己的战略版图。这还不是最反常的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在所有人都不看好谷歌的时候，直接把仓位翻了3倍。现在市场上对谷歌的负面情绪几乎已经到了顶点。
所有人都在说 ChatGPT 要杀死谷歌搜索了 ，OpenAI 要颠覆谷歌的广告业务了，谷歌的 AI 反应太慢了，它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再加上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，很多人都觉得谷歌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贝尔出手了。他不仅没有卖谷歌，反而把原来的仓位直接加到了原来的3倍。现在谷歌已经成了伯克希尔的第4大持仓。很多人都看不懂这个操作，他们说阿贝尔是不是疯了？别人都在跑，他却往里冲。但我觉得恰恰是这个操作让我看到了阿贝尔的厉害之处。他看到了所有人都没看到的东西。市场现在盯着的是 AI 会不会打败谷歌，但真正值得看的不在那里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谷歌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？大部分人会说它是一家科技公司，是一家搜索引擎公司，是一家广告公司。但阿贝尔不这么看，在他眼里，谷歌已经不是一家科技公司了，它是数字时代的公用事业公司。你想想，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每天不用谷歌搜索？有多少企业不用谷歌云？有多少广告主不用谷歌的广告系统？它已经不是一个可选的产品了，它是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，就像你家里的自来水和电一样，你可以不用某个品牌的手机，但你不能不用水电。谷歌现在就是这个地位 ，AI 不会杀死水电 ，AI 只会让水电变得更高效。很多人说 ChatGPT 会取代谷歌搜索。但你用了这么久 ChatGPT 你真的不用谷歌了吗？你查一个具体的信息，你找一个最新的新闻，你对比不同产品的价格，你是不是还是会打开谷歌？ ChatGPT 可以给你一个答案，但谷歌可以给你全世界的答案，这就是本质的区别。而且 AI 不仅不是谷歌的威胁，反而是谷歌最大的助力。你想想，谷歌有全世界最大的语料库，有全世界最强的算力，有全世界最多的工程师。Gemini 现在可能还不如 GPT-4，但它的进化速度有多快，你看不到吗？谷歌云现在的增长速度有多快，你看不到吗？更重要的是，谷歌有极强的定价权，它的广告业务想涨价就涨价，广告主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它的云业务客户粘性越来越高，切换成本极其巨大，这就是巴菲特一直说的护城河。而且这个护城河比可口可乐的配方还要深还要宽。这件事儿最容易误导人的地方，不是他说了什么，而是太多人默认他说的是真的。所有人都在说 AI 要颠覆谷歌，但没有人真的去算一算谷歌的现金流有多稳定，它的盈利能力有多强，它的估值有多便宜。现在谷歌的市盈率只有20倍左右，对于一个每年能产生几百亿美元自由现金流增长速度超过10%的公司来说，这个估值简直就是白菜价。而那些所谓的 AI 概念股，市盈率动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，还没有盈利，你觉得谁更有投资价值？阿贝尔买谷歌不是在赌 AI， 他是在买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，这是一次典型的价值投资，只不过是现代化的价值投资。巴菲特当年买可口可乐买的是人们对甜味的永恒需求，阿贝尔现在买谷歌买的是人们对信息的永恒需求，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。这就是阿贝尔给伯克希尔的第一张名片，他告诉全世界，价值投资没有死，它只是进化了。未来的价值投资不再只是买消费品和金融股，而是买那些已经成为基础设施的科技公司。讲完了谷歌，我们再来看另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操作，减持雪佛龙35%，同时重仓买入达美航空，这个操作更是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巴菲特对航空股有心理阴影。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巴菲特抄底航空股，结果亏了几十亿美元，最后割肉离场，还说永远不会再碰航空股。现在阿贝尔上来第一件事就是重仓达美航空，这不是打巴菲特的脸吗？但问题来了，这真的是打脸吗？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们先把这件事拆开来看看。阿贝尔减持雪佛龙，同时加仓达美航空，这两个操作你不能分开看，它们是一个整体，是一组非常精准的宏观对冲。什么意思？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是什么？是燃油。燃油成本一般占航空公司总成本的30%到40%，而燃油的价格又和油价直接挂钩，所以油价涨，航空公司的利润就会被压缩；油价跌，航空公司的利润就会大幅提升。反过来，能源公司的利润和油价是正相关的。
油价涨，雪佛龙赚得多；油价跌，雪佛龙赚得少。所以阿贝尔这两个操作翻译成人话就是他预判未来油价会回落，所以他卖出受益于高油价的能源股，买入受益于低油价的航空股。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宏观对冲，和情怀无关，和心理阴影也无关。很多人讨论的是结果，我更在意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。巴菲特2020年卖航空股是因为疫情来了，所有人都不出门了，航空业的需求直接归零了，那是一个极端的黑天鹅事件，和油价没有关系。而现在航空业的需求已经完全恢复了，甚至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。现在影响航空公司利润的最大变量就是油价。阿贝尔现在做的就是在赌油价会从现在的高位回落。如果他的判断是对的，那么达美航空的利润会大幅释放，而雪佛龙的利润会下滑。这一卖一买之间，伯克希尔就能赚到双重的收益。这就证明了一件事儿：阿贝尔具备极强的宏观择时能力，这是巴菲特不具备的，或者说是巴菲特不屑于做的。巴菲特一直说他不做宏观择时，他只看公司的基本面。但阿贝尔不一样，他是一个更全面的投资者，他不仅看公司，也看宏观经济。而且这个操作也说明阿贝尔已经彻底摆脱了巴菲特的心理阴影，他不会因为巴菲特曾经在航空股上亏过钱，就永远不碰航空股。他只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最理性的决策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掌门人应该有的素质。你如果只看表面，这里很容易判断错。你会觉得阿贝尔背叛了巴菲特，他变成了一个投机者，但实际上他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。投资从来不是刻舟求剑，不是说前辈说过什么你就必须永远遵守。真正的价值投资是永远根据事实和逻辑做出独立的判断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拆解了这次伯克希尔持仓变动的3个主要部分：清仓非核心仓位、3倍加仓谷歌、对冲能源和航空。但这些都还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重头戏是伯克希尔手里那接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，3970亿美元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这比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 GDP 还要高，这相当于伯克希尔总市值的1/3。也就是说，伯克希尔现在有1/3的资产都是现金，这在整个投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。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，所有人都在疯狂加仓，所有人都在说 AI 是100年一遇的机会，所有人都在怕踏空。但阿贝尔却拿着4000亿美元的现金什么都不做。很多人都在问他到底在等什么。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。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整个华尔街都在崩溃，所有人都在恐慌抛售，没有人敢买任何东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巴菲特出手了。他拿着手里的现金，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抄底了高盛和通用电气，仅仅这2笔投资就为伯克希尔赚了超过300亿美元。巴菲特后来回忆说，那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投资机会，那种机会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。现在阿贝尔手里的现金比2008年巴菲特手里的现金多了10倍还不止。你想想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在等的不是一个10%的回调，不是一个20%的熊市，他在等的是一个2008年级别的市场重置，是一个所有人都恐慌，所有人都绝望，所有人都在卖的时刻。到那个时候，他就会拿着这4000亿美元的现金，像一个终极猎手一样出来收割。现在市场上的估值有多高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标普500的市盈率已经超过了25倍，处于历史上90%以上的分位。纳斯达克的估值更是高得离谱，很多没有盈利的 AI 概念股市值已经超过了传统行业的龙头公司。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，总有一天泡沫会破裂。而阿贝尔就是那个在泡沫破裂之后拿着现金来捡便宜的人。很多人说他太保守了，他会错过 AI 的大行情。但你别忘了，伯克希尔从来都不是一个追求短期收益的公司，他们追求的是长期的确定的收益。他们宁愿错过100个机会，也不会做错一个决定。而且你以为他真的什么都没做吗？他已经把谷歌的仓位翻了3倍。谷歌本身就是 AI 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之一，他已经用很小的一部分现金布局了 AI 的核心资产，剩下的大部分现金他都留着等待那个最好的时机。这就是顶级投资者的耐心。
他们可以等1年、等2年、等5年，甚至等10年，只为了那一个最好的机会。而大部分普通投资者连1天都等不了，他们每天都在交易，每天都在追涨杀跌，最后把自己的本金都亏光了。我觉得这里最值得我们普通投资者学习的就是这种克制。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保持冷静？在所有人都在说这是100年一遇的机会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手？在市场估值已经很高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拿着现金耐心等待？大部分人都做不到，因为人性就是贪婪的，就是恐惧的。而顶级投资者就是那些能够克服人性弱点的人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，你会发现阿贝尔这次的操作根本不是什么恐慌出逃，也不是什么胡乱下注，这是一次极其清晰、极其有逻辑的战略布局。第一步，清理前任留下的非核心仓位，建立自己的权力边界和战略版图。第二步，用3倍加仓谷歌，宣告自己的投资理念，完成价值投资的现代化转型。第三步，通过能源和航空的对冲，展示自己的宏观择时能力。第四步，保留4000亿美元的现金，等待世纪级别的底部，准备进行终极猎杀。这就是阿贝尔时代的伯克希尔。他不再是那个只买消费品和金融股的老派伯克希尔了，他变成了一个更年轻、更灵活、更懂科技、更懂宏观的新伯克希尔。很多人说巴菲特之后伯克希尔就完了，但我觉得恰恰相反，阿贝尔可能会给伯克希尔带来第2个黄金时代，因为他继承了巴菲特的灵魂，价值投资、长期主义、理性克制，但他又有巴菲特没有的东西，对科技的理解，对宏观的判断，对新时代的适应能力。当然，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，阿贝尔能不能证明自己，还要看未来10年的表现。但至少从这次的首份成绩单来看，他交出了一份非常不错的答卷。最后，给普通投资者几个非常实在的建议。第一，不要盲目跟风抛售那些被伯克希尔清仓的股票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阿贝尔卖这些股票，不是因为公司不好，而是因为权力交接的需要。这些公司本身还是非常优秀的，如果他们的股价因为这次清仓而出现大幅下跌，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低吸机会。第二，重新审视谷歌的价值，不要被市场上的负面情绪带偏。谷歌现在的估值非常便宜，而且它是 AI 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如果你想布局 AI， 但又不敢买那些高估值的概念股，谷歌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第三，保持一定的现金储备。现在市场的估值已经很高了，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，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留一部分现金，等待市场调整的时候再出手。记住，现金在熊市里是最好的资产。最后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给阿贝尔这次的首份成绩单打几分？你觉得那4000亿现金最后会砸向哪里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遇到有代表性的观点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聊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少被一个市场叙事带跑，或者让你对价值投资有了新的理解，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这种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水很深的资本操作，带你在这个充满噪音的市场里找到真正的底层逻辑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，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咨询专业人士之后再做判断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